大家好，我是于姐。在没有老面和酵母的情况下，我将教会你制作老面和老面馒头。今天就把多年做老面馒头积累出来的经验全部都分享给大家。我不告诉你这个馒头是用花过头的面做的，你敢相信吗？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判断面发没发好，面万一发过头了，如何去补救，加碱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告诉你馒头在出锅的一瞬间为什么会塌陷，如何防止塌陷。今天是真正的干货分享，希望你能点个赞，推荐一下，让更多人看到。视频可能有点长，希望你能把它看完。看完以后做老面馒头再也不是秘密了。我们现在来做老面引子，也就叫兜饺子。首先把半碗的醪糟给它倒进奶锅里面，然后再加双倍的清水也倒进奶锅里面。这个醪糟呢是我自己做的，想看详情呢可以点我头像看之前的花布。然后给它盖住盖子，给它浸泡至醪糟浮起就可以了。泡多长时间呢也不是固定的，我呢是泡了1个晚上，醪糟浮起像这样就可以了。要想让做出来的馒头表面光滑又细腻，把发好的醪糟给它倒在破壁机里面，用破壁机给它打碎，这样做出来的馒头表面光滑，没有小疙瘩。不在意这一点的，这一步可以省略，直接可以加面粉给它搅成一个偏稠的糊糊，像这样就可以了。面糊搅拌好以后，给它放在温暖处，醒发至上面满是泡沫，闻起来有一种米酒的香甜的味道，这是发的刚刚好。像这样的面糊就可以用它来和面了。这就是兜饺子的全部过程。假如说饺子已经兜好了，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和面怎么办呢？我来教大家一个拖延饺子发酸发过头的好方法。在此往面糊里面加上干面粉，给它搅拌一个更稠一点的糊糊，然后给它放在冰箱里面醒发，这样呢可以拖延8至10个小时，饺子不发酸。我故意把这个饺子又放了一夜淋一上午，也就是在15个小时以上，现在闻起来特别的酸，也就是发过头了。假如说你要用这个饺子水直接来和面，10有8九都会失败。不管你把面和有多硬，发过头的面都会出现流动的状态，而且还非常的粘手，蒸出来的馒头还特别容易塌陷回缩，颜色也是发青的，就像鬼捏的一样。那饺子水发过了，怎样来补救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1斤的面粉加1克的食用碱面，按此推算，然后给它干拌均匀，再用这个饺子水和面，就不会出现以上症状了。假如饺子水没有发过头，面粉里面的碱面就不用加了，直接用饺子水和面就可以了。今天为了给大家做示范，我就和了一个万能的花面，可烙饼，可蒸馒头，也可以蒸包子。这个面团的含水量，每斤的干面粉大约需要用260克至265克水左右。和好的面团上面抹点油，防止粘盖子，上面盖个保鲜膜，放在温暖处，给它醒发至2倍大。面现在已经醒发好了，为了一会儿给大家做示范，今天我又故意让这个面发过头了。下面来加碱，我们加2个盆子是一样的。按了去皮以后，发好的净面团是5斤6两，加小苏打的比例就是发的刚刚好的湿面团1斤，加0.5克至0.8克小苏打。加碱的比例就是发的刚刚好的湿面团1斤，加1克的碱面，按此推算。今天我们就来加小苏打吧，因为这个面团发过头了，要适当的多加一点点的小苏打。平时发好的湿面团1斤，加0.5克至0.8克的小苏打。今天呢就按1克计算，先用温开水给它化开，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面粉，给它搅拌至一个偏稠的碱水糊糊。趁到搅碱水糊糊的时候，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怎样判断面发没发好，教你如何判断面发过头了。发的刚刚好的面团体积明显变大，扒开里面满是蜂窝状，抓一把往上一拉也没有筋性，也不粘手，闻起来有一种米酒的香甜，像这样就算是发好了。那怎样判断面已经发过头了呢？刚开始发酵的时候，表面也是有一种弧形，由于发酵的时间慢慢变长，
由弧形也缩回了平面，面也变稀了。用筷子挑起来有一种流动的状态，闻起来也特别的酸，摸起来也特别的粘手。像这样就算是花过头了。像这样花的特别过头的面团，补救最好的方法就是加上1倍的面粉，重新再给它和成一个偏硬的面团。在和面之前呢，面粉加花过的面团1斤，加1克的食用碱面，按尺推算。先把碱面干拌均匀，然后再用花过的面团和面，给它和成一个偏硬的面团。现在来给大家声明一下哈，现在和面呢是用一个花过的面团做老面来和面，所以呢才加碱面。加碱面的目的呢，就是起到一个补救的作用，去除里面的酸味。等面团再次醒发好以后，该加多少碱还是要加多少碱，因为碱面在面团里面放时间长了，自动就会挥发掉。我们正常和面的时候是不加碱的，等它醒发至2倍大时候再加碱哦。以上给大家分享怎样判断面发的刚好，怎样判断面花过了和补救的方法。现在呢，言归正传，又回到我们搅面糊的环节。我再来帮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这个面糊是用小苏打和的，加小苏打的比例就是发好的湿面团1斤，加0.5克至0.8克。因为我们今天的面花的有一点过，我们呢就加了1克的小苏打，用温开水给它化开，然后给它搅拌成一个偏稠的糊糊，再给它倒在面团上面，给它揉搓均匀就可以了。现在让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面团花过了，会拉得很长，也变得有一点稀，但是因为我们在和面的时候，每斤面粉里面加了1克的食用碱面，所以呢这个面团也不是太酸，摸起来呢也不是那么粘手。假如说不加了1克的碱面的话，这个面团跟刚刚那个面团是一模一样的哟。用那样花过的面团直接做馒头，不管你技术有多高超，10有8九都会失败。小苏打糊糊加上以后，要多揉一会儿，必须要给它揉搓均匀，否则蒸出来的馒头有黄斑。做老面馒头加碱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化碱水加上，有的人呢加干碱面，但是最快的方法还是加面糊，这是我多年研究出来的经验，又好融合，并且还不脏手。今天的面团因为花过变稀的原因，碱面揉上以后，揉了半天，现在还是一拉多长，面还是非常的软，还有点粘手。像这样的面团不能直接做馒头，要是直接做馒头的话，它就会出现塌陷死面的状态。看到这里，朋友可能又要说了，多加一点点的碱面不就可以了吗？我告诉大家，那是不行的啊，因为碱面加的太多，蒸出来的馒头发黄，并且吃了对身体也不好。那怎么样去补救呢？补救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停的往里面加面粉，一直给它揉至不粘手了就可以了。碱面揉搓均匀以后，现在这个面团呢也不粘手了，先给它搓成长条，然后呢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今天呢就用这个花过的面来给大家蒸2锅馒头，一锅呢是刀砍馒头，一锅呢是圆馒头。记着在蒸馒头的时候，一定要留着一个生馒头，不要蒸熟了，留了下次当老面用的。家里面没有醪糟，就直接把这个老面给它掰成小块，用水给它泡一泡，给它泡糊起来以后，也按我之前的方法抖饺子就可以和面了。最后再给大家聊一聊馒头为什么在开盖的一瞬间立马回缩塌陷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用酵母和面蒸馒头，它的回缩的原因都有哪些。第一，面和的太软了；第二，面花过头了，或者是2次醒发的时间太长了；第三，蒸好的馒头没有焖，直接就掀开锅盖了。用老面做馒头容易回缩的原因和前面大部分都是一样，就是多一个碱加少了容易回缩。那蒸出来的馒头颜色发青，出现死馒头又是怎么回事呢？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馒头揉好以后直接上锅蒸；第二点，锅里面的水加的太多；第三点，馒头花的时间太长。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几点。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因为馒头做好以后没有经过醒发，酵母菌也没有起到作用，这个时候呢，这个馒头就是一个死面馒头，
蒸熟了以后，所以就会出现死面的状态。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水太多，因为水太多，在大火蒸制的时候，水位会暴涨，蒸馒头也就变成了个煮馒头。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点，因为馒头花的时间过长，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气体，里面网状支撑物也非常的稀少，所以呢，在出锅的一瞬间，热气见到冷气以后，热气立马抽出，馒头瞬间回缩，这就是主要的原因。以上内容是我整理出来的全部经验，供大家参考。做馒头的总结经验和注意事项就是哎呀，不说了算了，今天我真的是太累太累了，嗓子也说不出来话了。为了给大家分享这期视频，我3天都没有出门，面也整了一袋子，到现在还有2盆面没有蒸。喜欢的双击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